在俄乌前线战况焦灼的背景下，俄罗斯远东地区却传来了一个强烈信号。据俄罗斯消息报7月24日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正在考虑在远东地区部署一个图160白天鹅重型轰炸机航空团。不得不说，这一消息或许会引发部分国内军迷的疑问，为什么俄罗斯将这款战略大杀器部署在黑龙江对岸？关注水煮时事，助力中国发展。图160白天鹅重型轰炸机是俄罗斯空天军目前最具威慑力的战略兵器。该轰炸机最大起飞重量高达245吨，最大弹药载荷45吨，一次性加油续航可达12000公里。若进行空中加油补给，则续航可延长至16000公里。作为全世界体型最大的可变后掠翼轰炸机，图160的飞行速度相当惊人，最高可达 2.05 马赫。而且可以在 1.2 马赫的速度下保持长时间的超音速巡航，因此在和平年代进行战略巡航时，图160甚至不需要任何战斗机护航，因为绝大多数战斗机的飞行性能都不足以追上这款轰炸机，包括美军目前最新型的 F-35也做不到。通过以上介绍可知，图160重型轰炸机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之一。长期以来，它被视为与美军 B-210隐身轰炸机同一级别的战略兵器。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所说，外交抗议10000次，也不如白天鹅的翅膀扇动一次。每当图160从跑道起飞，北约方面总是免不了神经高度紧张。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9架图160轰炸机，后来乌克兰为了抵偿外债，又向俄罗斯交付了7架。最终让俄空天军拥有了16架宝贵的图160。不过就在2021年，俄罗斯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成功恢复了图160轰炸机的生产线，这才解决了俄罗斯图160轰炸机坏一架就少一架的尴尬。白天鹅入驻远东地区。按照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的说法，在2023年底之前，俄空天军就能接收4架经过升级改进的图160N轰炸机。这就意味着这款俄罗斯战略兵器的库存终于有望恢复苏联时代的风采。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空天军老旧过时的图95MS 轰炸机也就可以光荣退役了。事实上，俄罗斯远程航空兵的战略轰炸机只有2座母基地，分别是西部的恩格斯空军基地以及位于远东地区的乌克兰卡空军基地。前者主要部署图160N 轰炸机，用于威慑北约；后者主要部署图95MS 轰炸机，负责威慑日韩以及美国阿拉斯加。为什么偌大的俄罗斯只有2个战略轰炸机基地？原因很简单，战略轰炸机的每一次出动都需要耗费海量的油料与弹药，此外还需要复杂的情报支持与护航支援，因此一般规格的空军基地根本不具备后勤能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略轰炸机都会部署在固定的母基地，只有在执行临时任务时才会转移到其他机场。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在俄乌前线激战正酣的情况下，为什么俄罗斯国防部考虑将更多的图160部署到远东地区的乌克兰卡空军基地？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俄军在半年前曾将西部恩格斯空军基地的6架图95MS 轰炸机转移到乌克兰卡基地，这足以表明俄罗斯军方希望加强对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俄罗斯是在提防谁呢？俄军给解放军释放信号。不得不承认，受俄乌战争影响，俄罗斯目前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是相当空虚的。例如，原本驻扎在远东地区的第5集团军、第36集团军以及数支精锐海军步兵旅都已经被派遣到了乌克兰战场。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远东地区无疑面临着来自美日不怀好意的眼光，尤其是与俄罗斯存在领土争议的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一直对南千叶群岛念念不忘。这些岛屿位于俄罗斯与日本之间，而且在历史上曾经被俄罗斯与日本交替占领，因此俄日两国都认为自己对这些岛屿具有主权。不过，由于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日本自认为看到了收复北方4岛的希望。美国战区网站曾刊文指出，在不爆发核战争的前提下，日本自卫队的作战能力已经远远强于俄罗斯远东军区的实力。也就是说，从军事角度考虑，
不过，俄罗斯与中国的军事合作能够有效遏制日本的野心。从俄罗斯增加远东地区军事部署的情况来看，这也给解放军释放了合作的信号。毕竟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唯有强大的中国可以作为自己足够信赖的后盾。据环球网报道，近期中俄联合举行的北部联合2023军事演习在日本海举行，俄军出动了苏 30mm、苏 35S、图 95NS 等主力机型参演，而解放军出动了052地驱逐舰、歼16、空警500等新锐装备参演。两军演习科目包括海上多兵种联合打击、情报系统整合等。通过这场军演，中俄两军的合作水平大幅提高，中俄将会以更有力的手段维护地区和平稳定。